我捡到一条虚弱的龙，给它锋利无比的爪子做了美甲。龙一觉醒来，不可置信地瞪大眼，低头看着被做了黑色猫眼的爪，再抬头看一脸心虚准备跑的我，于是果断地把我叼回了自己的洞穴。白天我修炼，然后麻木地给龙搓鳞片，晚上龙把我圈在怀里，一个劲儿地吸我，满脸陶醉。每当我想走的时候，龙就变回人形，顶着一张清冷脸，委屈地用尾巴勾住我，哽咽道：人儿，你别走，我不想变成没人要的野龙。我差点忘了，这条龙患有分离焦虑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我被一条龙兴冲冲地给叼回了他的洞穴，都来不及反应，眨眼间就来到千里之外的龙巢。我傻眼了，龙在我面前翘起尾巴，伸出一根爪子，轻轻戳了戳我。我被戳得后退一步，他呆滞了一下，似乎没想到变回原体积的自己力气这么大，讪讪地收爪。这条龙对人类充满好奇，性子好，很亲人。刚遇到它时，我诊断出这条龙心里有病，心病，自己想不开了。说实话，我很少遇到性格这么温和的龙，特别是以暴躁冷漠出名的巨型黑龙。我以为它要死，想着不能白白浪费它这身鳞片了，哄着龙跟我。可自从我给它做了美甲之后，它无神的眼睛刷得亮了，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什么稀罕宝贝。它的病好了。稍微思索了一下，我得出病因，这条龙因爪子光泽度不够，然后才想不开。考虑到龙喜欢一切亮晶晶的东西这个特性，它一定是因为自己爪面光泽感不够亮，所以心生郁闷。结果就这么没有预兆的，龙把我掳到了巢穴里。然而我要养你，我义正辞严地要拒绝这荒谬的提议。龙选择性耳聋，讨好的轻叼着我衣袖，半推半拽将我引到一个分穴洞口前，骄傲地仰头，用尾巴将自己积攒了小半辈子的财宝推到我跟前。你看，到嘴的拒绝，我愣是硬生生地拐了个弯。好的，我现在是你养的人了。我同意了这种龙养人的不正当关系。笑话，慢一秒都是对钱的不尊重。要知道，这可是极品精灵啊，一小颗得要几十万灵石。里面蕴含的灵气比天生地养散在外面的不知要浓厚多少倍。这条龙有一堆，关键是只要我点头，这些可就都是我的了。人要学会抓住机会，错过就没了。龙挑了一颗红色爱心形状的给我，有些羞涩，那给你。我迟疑了下，到底还是接过了。有点诡异，但看在这么多精灵的份上，我会尽量早点适应的。龙似乎真的在认真养我。巢穴里他收藏的宝藏我可以随便拿，每天想吃什么跟他说一声就好，见到我在修炼还会在旁边主动引导。就是有一点不太好，他每天都强制我到他身上去玩，他将自己身体凹成有起伏的曲线，供我更顺畅地爬上来再滑下去。好奇怪，但触及他饱含期待的目光，看到旁边被我用掉一小堆的精灵，我有一点子心虚，还是照做吧。2天后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他总是一副溺爱娇宠的模样看我了，忍不住一巴掌扇到了他脸上。你能不能正常点？你是养人，不是在养宠物。就算我闭眼在旁边打坐，也不能忽视掉那道炙热无比的目光。好烦。龙忽然龇牙笑了，将头凑到我跟前。你再打一下，重重的，再打我一下。他特别强调，语气隐隐期待。一瞬间，我好像明白了什么，略微犹豫了会儿，我落下一个小巴掌在他脸上，轻柔的像是抚摸。龙不满，尾巴不开心的耷拉在地上。我瞪大眼，不可置信的看他。原来这些天龙扭扭捏捏，还老是强迫我玩他身体，不玩还不行，竟然只是为惹恼我之后赏他一巴掌。下一秒，我猛地收回了手。我是在出任务路上捡到的这一条虚弱龙。当时我正赶着下山，想着完成任务之后，顺带代表御兽宗参加剑宗主持的50年一次的比试大会，凑个人数。结果因为这条龙的出现打乱了计划，检查发现龙没有外伤，可它依旧病恹恹的半合着眼，这副模样倒像是心死，龙没有求生欲了。我踹了踹它，
他淡淡的掀起眼皮，瞥了我一眼，以为是自己倒在路上挡到了，默默地往旁边挪了挪，又把眼睛给闭上了。你是想死吗？龙嫣嫣的回答，差不多吧，微死40%。他一动不动。自从成为玉兽宗的弟子，我主修了兽医，兼修美甲师，专门给兽类做美容和清洁。见到有动物在跟前奄奄的，没有精神，职业习惯使得我下意识地将手搭在了龙头上。探出了眼前这条龙身体十分健康，就是心中郁结，龙有心病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提出了一个冒昧的请求。那个，死之前你能不能跟着我一段时间啊？你的鳞片很漂亮，别这么暴殄天物。我想等你死后要你几片鳞。骗他的，我其实惦记的是他整个身子的鳞片。龙了声，似乎在思考这个提议的可行性。结果龙就真的将自己变小成2指那么大小，方便我携带。算你有眼光，不过我的鳞片不好看了。龙闷闷地出声。我把龙团吧缠在手腕上，龙尾巴软趴趴地搭在上面，弄得我有些痒，干脆把它的尾巴嘘编了个小辫。没关系，你死之前我会帮你把鳞片盘得油光锃亮，让你体面一些。没一会儿，有些粗粝干燥的鳞片磨得我手腕红了一片，大概因为破皮渗出了一丝血。我拎着龙起来，轻叹一口气，你这个鳞片多久没打理过了？这也太糙了吧。龙一向爱洁，它也太不爱干净了吧。这条黑龙不像其他的黑龙性格暴躁冷漠，性格甚至可以说得上温柔。我才说这一句算不得责骂的话，龙崩溃了，尾巴死死捂着自己的头，盘成一团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嗷呜！没人帮我打理鳞片，族里的龙个个都有他们养的小人，我是条没人要的野龙。哭着哭着，情绪失控，龙把自己哭厥过去了。我从没见过龙这么委屈，居然哭晕了。龙身上干燥皲裂的鳞片实在让我太难以忍受了。身为玉兽宗弟子，我最见不得脏兮兮的兽，当然龙也一样。职业病犯了的我从芥子袋掏出修整工具，找了个有水源的地方，给龙安排了全身美容。1个时辰后，龙醒过来了，尖叫着四爪并用，捂住自己上下不存在的隐私部位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揉了揉有些酸胀的手腕，语气波澜不惊。你说呢？这不明摆着呢吗？给他做了清洁外加身体美容，我连工具都还没收。话音刚落，龙的表情羞愤欲绝，身上的鳞片都炸开了。你摸了我全身，还看光了。龙声音都喊得劈叉了，活像个被流氓调戏的。我沉默，直接上手捏住了龙的嘴。不会说话你就别说，什么叫我摸了你全身还看光了？我刚才是在帮你清洁。每天故意倒在玉兽宗下山必经之路的动物数不胜数，玉兽宗的弟子每日都会捡到兽。难道你晕倒在大路上不是为了让我们免费给你清洁，而是想要趁机赖人？我反问。玉兽宗对于捡到的动物会免费进行一次清洁美容，这是在兽类中本来就传开了。我不信他什么都不知道。黑龙眼神飘忽，不敢看我，最后干脆闭眼梗着脖子道：那又怎样？我就是赖上你了。我被他的理直气壮给气笑。好，我居然被一条龙给讹了，还想趁机赖我，做梦去吧。我扭头拔腿就跑。嘿嘿嘿，没跑成，被龙一尾巴又给卷回来了。一气之下，我奋力挣扎，结果纹丝不动，我沉默了。自从脊骨被抽掉一块之后，我连基本的挣扎都显得那么好笑。现在也就只能做些无用的事情发泄一下情绪了。于是我掏出工具，低头把禁锢着我的龙的爪子给做上了美甲。龙歪头，脑子宕机了好一会儿，没理解我的行为。片刻后，龙不可置信地瞪大眼，低头看被做了黑色猫眼的爪，再抬头看一脸心虚准备跑的我，果断地把我叼回了自己的洞穴。龙的心病就这么好了。他抬爪戳我，惊喜地转了个圈，并说出要养我的提议。我答应了，因为这里有一堆精灵，我停滞在金丹期很久了，也许能利用这个机会，赶在剑宗比试开始之前突破一级。
到时候多几分将仇人摁死的胜算也是赚到了。可短短2天的相处，我受够了这条龙的神经质。天杀的！白天我得给龙搓鳞片，晚上还要忍受龙痴汉般的陶醉式吸人。半刻钟不搭理他，就开始喊，一个劲儿嚎叫：人儿你怎么不理我？理我啊！我打算今晚离家出走了。说好今晚离家出走，结果睡过了头。龙给我叼了一套五光十色的鲛人纱，让我换上。他说要给我介绍他的小伙伴认识一下。心虚的龙用尾巴拨了一堆财宝给我，里面不乏天价的丹药。他仰起头叮嘱我，待会儿别人要是问你是谁家的人，你就说是商福宴的，知道了吗？语气中隐隐蕴含着期待与担心。我轻嗯了声，转身去换了套衣服。这条黑龙名叫商福宴，变换成人形之后，除了拥有一副好皮囊之外，身材更是一绝的虎背蜂腰螳螂腿。等我再次出来时，他凑过来亲昵的像龙形那样要蹭蹭我。我吓得大惊失色，连忙喊住嘴。商福宴欲想撅过来的嘴愣是刹住在半空中，他茫然地看着我。怎么了？我有做好口中清洁的。他委委屈屈地补充。龙似乎不明白，怎么昨晚还让蹭蹭脸颊的人，今天忽然不让靠近了。我不自然地轻咳一声，别过脸，人行不行？太奇怪了。先前让他欢喜蹭蹭的前提是，我就没把他当作人。我这个人偏保守。商福宴幽怨地看我一眼，到底还是克制住了。好吧。龙的小聚会气氛很好，每条龙都很友善。商福宴带着我跟每条龙都打了招呼。诶，你怎么知道我讨到媳妇儿了？看到没，我身上的鳞片是我媳妇帮我洗的，我脸上的印子是媳妇打的，她超爱。每个见到我的龙都十分惊奇，扭头不可思议地看着商福宴，十分震惊。他们叽里咕噜用龙语说话，我一脸茫然。如果我听得懂龙语的话，就会知道为什么商福宴这么骄傲了。因为他在刚成年的年纪就早早讨到了媳妇，氏族里同辈最快有人要的龙。可偏偏我是半道入的御兽宗，兽语还没学。交谈完之后，龙的长辈给我塞了红包，慈爱地看着我。理智告诉我别拿，可手上却是不受控制地收下了。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儿。好不容易熬到结束了，回到龙巢时，我问商福宴，为什么稍微年长的龙都送我东西？他了一声，歪了歪头解释，说这是龙族的传统，每条龙讨到媳妇了都会给的。话音刚落，我手上拿着的盒子啪嗒一下掉到地上。我难以置信地再问了一遍。商福宴不明所以，长辈给你的礼物呀？我瞪大眼，我不是你养的人吗？怎么变成你媳妇了？我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。商福宴猛地停住脚步，我们面面相觑，都在对方眼中看到了震惊。我震惊自己不知情就变成了龙的伴侣。商福宴震惊，他以为我知道接受龙养人的邀请就是同意当他媳妇。我连忙将东西全都还给他。实在抱歉，我真不知接受龙发出养人的邀请就是答应成为龙的伴侣。商福宴无措地抱着东西，整个人都快碎了。可你不是御兽宗的弟子吗？怎么会不知道龙族求偶的方式？你要是走了，我怎么办？我憋了半晌，蹦出一句，我读书少，是真不知道。御兽宗我也才入门不过20年，修的是最基本的兽医，去藏书馆的次数屈指可数。在此之前，我是个剑修，每天2眼一睁就是出任务挣钱，给我的宝贝剑买新剑鞘，哪有多余时间了解别的？我以为的龙养人是小众行为，可能是为满足自己奇怪的癖好。他负责给钱，我让他养一段时间，我们彼此之间是交易关系。谁知道真相是这样？商福宴强忍着眼泪，哽咽道：既然是个误会，那你走吧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转身就跑。还没到出口，身后的人丢出2句话，平地惊雷，说让你走，你怎么还跑起来了？你肯定是舍不得我。他又在胡说八道了，死腿，快跑啊！结果下一秒，腰间一紧，龙尾以不容抗拒的力量将我拖了回来。我就知道，我放弃了挣扎，任由商福宴抱着我，将头埋在我脖颈处。呜呜呜，不许你走，别走，我不想变成没人要的野龙。
这条龙嚎得好大声，我到底还是没走成。自答应龙之后，我就默认了龙缠在我身上陶醉痴汉吸人儿的行为。商福燕自然也摸出了我身体的状况，脊骨处的骨头裂纹密布，强行重组起来的经脉随时都有崩塌的风险。他不动声色，凑上来吸人儿的同时，默默用龙息一点点运养回去。一夜醒来，我周身舒畅，便知道这条龙肯定对我做了什么。直到我探查了身体，发现之前脆弱不堪的经脉和碎裂的脊骨正在慢慢长好，我差点都要哭了。100年啊，我费尽心思找方法修补，却抵不过龙息的几夜运养。早知如此就能解决，那我之前走的弯路算什么？商福燕摆出条件，龙可以帮你找回被抽掉的脊骨，也能提供灵气和丹药给你巩固修为。但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我想以伴侣的身份待在你身边。虽然知道他不怀好意，但我可耻的心动了，因为我实在是太累了。从一代天骄剑修跌落谷底，修为被废，脊骨铸炼的本命剑被强行切断抽掉，再到现在经脉重组，成为玉寿宗一个门中弟子，我足足花费了100年时间。没死都是我命大了，更遑论其他。我花了4天3夜，在商福燕身上讨到了不少龙息。商福燕开始还能克制住自己，不让自己失控沉迷于吸人，但我在感受到龙息运养的好处之后，直接半强制往下摁着他头，眼神殷切。你可一定要使劲吸啊！商福燕垂下视线，默默咽了咽口水，埋头苦干了好一会儿之后，他眼眸湿润迷离，抬头。他说，还有一个方法，能迅速修复你骨头上的裂纹。我本来还不满他停了动作，导致龙息供给不够。闻言眼睛亮了亮，你说？他喉头滑动，龙尾巴勾着我的脚踝，有一下没一下抹撒，目光灼灼地盯着我的唇，艰涩道：龙涎。算盘都快蹦到我脸上了。于是我深呼吸一下，主动捧起他的脸，嘬了一口在唇角。那来吧。方向有点失误，但结果是好的。浓烈的龙息猛地将我灌满，差点接不住。我连忙一点点引导着，修复脊骨的裂痕。中间就算困得要命，我闭着眼也没敢松嘴，生怕龙息停了。我拽着商福燕的头发，摸到了温热有质感的龙角，有点好奇，碰了一下。他轻哼了声，龙尾巴灵活地上来圈住我的双手，往他腰腹那下压，不让乱动。不许摸脚。我也没那么想摸，就是刚好碰到了而已。我不吭声了，真听话一动不动。商福燕垂下眼眸，忽然轻启唇咬住了我，唇角的刺痛疼得我倒吸一口凉气。你做什么咬我？正准备推开他，龙尾巴绕到我身后压下来，直接像绳子一样将我圈住，迫使我只能压在他身上。脚现在不能摸，但是其他地方可以啊。所以尾巴尖尖还特意绕过来挠我手心，是这意思？好吧，误会了，我以为他在炫耀自己厉害。他满脸期待。我默了默，开口，你最好老实点。商福燕，茅坑里的石头都没我硬。然后就这么唇贴唇，持续了4天3夜。结果很是感人，运养的经脉变得健壮，布满裂纹的脊骨终于有长好的迹象。在天灵地宝以及龙息的运养下，我成功铸结了金丹。这是我第2次结丹，第1次结丹是在100年前，那时候我还是剑宗大师姐望春。睁眼的那一刻，我推开跟前贴唇的男人，我要出去。商福燕不愿，期期爱爱又凑上来，留在这里不好吗？留个屁！100年前将我抽骨夺剑的贱人还活得好好的，我不出去怎么弄死他？我一巴掌扇偏了他的脸，面无表情。再说一遍，我要出去。商福燕顶着一个鲜红的巴掌印，这下乖巧的应了。好。我睨了他一眼，漫不经心。呵，男人，我就知道，他肯定爱这种。商福燕因为我这个不屑的眼神，整个人都兴奋得微微颤动。太好了，是看狗一样的眼神，他有救了。出去之后，我火急火燎，直奔先前领了任务的雇主家，给他的爱宠小香猪来了个全身按摩 SPA。因为比约定好的时间来迟了，本来要扣掉1块零食，
但雇主是个人美心善、财大气粗的公主，没计较这件事，全额给了。就是有点眼瞎。我戴着面纱，直勾勾盯着与公主牵手的男人。这个人我熟悉得很，我骂的贱人就是他。手腕上盘缠着的龙用尾巴扫了扫我的掌心。我回过神，错开视线，不动声色地跟着引路人出来。我心情算不得好，干脆到了一个小茶馆吃茶听书。结果里面说书人讲的是方静，一个自凡间而来勇闯剑宗的凡人。他是如何询问剑宗大师姐退婚缘由，又是如何因爱生恨，竟是凭着凡人之躯单挑剑宗大师姐，一剑封神。最后在众人面前揭示了剑宗大师姐望春薄情寡义、道貌岸然真面目的传奇故事，听得我火冒三丈，直接捏碎了3个茶杯。放他爹的狗屁，简直一派胡言。我在拜入剑宗门下之前，确实与当时互为邻家的方静有过一段娃娃亲，但那是长辈之间的口头戏言，并无书面凭证。在知道我得了机缘要去修炼之后，爹娘为不耽误两家，还特意送了东西过去。当初口头娃娃亲做不得数，两家之间是坐下来好好谈话的。方静当时也在，她同意了。既然望春要去修仙，那我一介凡人也不好耽误她的仙缘。我在剑修上极有天赋，不过短短几十载就已经出了名，是他人口中所说的天才剑修。结果在一次剑宗比试中，方静忽然出现了。我本来还在诧异，为何过去数年他还是20几岁的青年模样。他指着我说：“望春，你为修道抛弃凡间婚约，还多次尝试将我全家灭口。难道修仙者就可以如此视凡人之命为草芥？多次尝试？拜托，我可是剑修啊！就算要悄无声息灭掉一个修者，我也有的是手段和力气。他只是一个凡人，一个凡人。”我站在台上，正想将他在巴巴颠倒是非的嘴施上禁言术，将来龙去脉给说清楚时，突然一股力量强势禁锢着我，使得我口不能言，行不可控。台下讨伐我表里不一、德不配位的声音越来越多。方静似乎是下了个很大的决心，他随意拔起旁边剑修的剑，爬上擂台，剑尖直指着我：“拿起你的剑，与我决战。我若赢了，你自废修为；假如我输了，莫欺少年穷，我下次再战。”剑修一向将看得比命还重要的剑，就这么轻飘飘给让他拔了。底下五湖四海的修者就这么轻易给调动了情绪。我一个剑宗大师姐的名声和威信力，还不如一个不知是人是鬼的无名小卒。可下一刻，我不受控制地举起手中剑，直挺挺冲了过去。那股力量实在强悍，除了控制我之外，周围的人一瞬间都好像变成没有思想的傀儡人了，就连台上的长老们也一样。我抗拒不了，如同一具行尸走肉般。方静在台上伸弯了我的脊骨，斩断了我用脊骨铸成本命剑的联系。刹那间，他们在为台上的方静欢呼。我的本命剑是脊骨铸炼而成，这个秘密除了仙世的师尊，谁我都没告诉。剑宗掌门收了方静为徒，所有人离我而去。我以为自己要命丧于此，可眼前出现了一双黑色靴子。小师弟冷漠地垂眼看我，丢给我一粒回元丹。本来你这种人就该如此没有尊严的死去，可不知为何，我的心会疼得厉害。他捂着心口，眼中一闪而过挣扎，最后闭眼，仿若我是洪水猛兽，急不离开。我颤抖着手捡起丹药，混着血塞入口中。回元丹，一口气都能将人救回来的丹药，千金难求。这颗丹药还是师尊在世时给小师弟通过秘境试炼的奖励，世间仅存2颗。小师弟，不枉我平日疼爱，还有救的希望。我闭了闭眼，忍下心中大骇。此人来历不清，绝不是方静。他身上那股诡异霸道的力量能影响所有人的心智。自此，剑宗大师姐望春的名字逐渐被人遗忘，取而代之的是新崛起的凡人方静。从茶馆出来后，我回了客栈，商福燕变换成人形，一声不吭给我包扎好因蛮力捏碎茶杯碎片割破的手。他垂着眼：“你的心很躁动。”我瞪了他一眼，语气有些冲：“废话，换你看到仇人过得比自己还好，你恨不恨？”商福燕不说话了，忽然手上被塞了东西，
是龙的尾巴，尾巴尖尖，还灵活地卷着一块深红色精灵，讨好地放于我手心。他默了一瞬，讨好地蹭了蹭我的手。他轻抿唇，别过脸没再看我，嗓音有些委屈，别不开心，我给你精灵，尾巴也给你捏捏。没有要说你的意思，就是别用蛮力捏茶杯了，伤手。你心情不好，可以捏我的尾巴发泄，它不会割破你的手。龙真挚直白的示好，惊得我心跳漏了半拍，下意识地揉了揉尾巴尖上细密的鳞片。我被他给尾巴让捏的行为勾起了好奇心，疑惑地撸了一手，忍不住开口问：撸尾巴在龙族代表的含义是什么？手感有点奇怪，干燥，坚硬的鳞片下包裹着微软有力的肉，有点软。顺着鳞片重重撸下来，它整个人都会站立。黑龙就跟巨型犬类的安抚方式差不多，得要重重的蹂躏，才会觉得舒服和满足。商福燕咬着下唇，眼眸湿润，强忍着站立颤声道：没什么特殊意义，就是示好安慰的一种方式而已。我挑眉，抬眸看了他一眼，这副模样可不清白。手下又是顺着鳞片方向重重地撸了下去，下一秒人直接迷离的一头栽在我身上。心情有变好一点了吗？他眼神幽怨，抖着声问。龙尾巴是示弱，是只有在床上安慰才用到的。我心虚收手，讪讪道：好多了。当晚商福燕在半夜我熟睡之后外出，直到凌晨了才携着一身霜寒夜露回来。某条狗狗碎碎的龙偷摸爬上床，将自己盘成一团，企图装作没出去过的模样，可身上微弱的血腥味暴露了。我睁眼，伸手把龙拽过来，搂到自己怀里，拢着被子。失败了吧？我重新闭上眼，语气并不意外。龙紧贴着我胸口，将头搭在我脖颈处，闷闷地应了一声我指尖轻点在他的后背，轻声安慰道：没关系的，你第一次相对而言能全身而退，比我第一次尝试数次杀他时好多了。那时我还断了一条腿呢。他的确难杀，可这次他必死无疑。剑宗比试大会按照抽签方式进行匹配对手，一局定胜负，胜者晋级。毫无疑问，我又对上了方静。这次我倒是在他身上看到了别的东西，一排排飘着的字：吊丝男逆袭成剑宗天才，这才是大男人该看的。再收一个美女，就凑齐后宫佳丽3000人。方静皱着眉头，让我下去。我不打女人，你此刻认输还来得及。这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侮辱？擂台之上，拔剑力搏才是对对手的尊重。我微笑，摘掉面纱抱拳。玉寿宗弟子望春，特来请教。方静微眯了下眼睛，认出我来，语气森然：是你。他猛地拔剑袭来，金丹对上元婴，相差2个大境界，我是必败的局面。可我自被抽骨后还能重组经脉修炼，自然是有点野路子在身的。堪堪躲过一击，我手中迅速结印，高呼：自创第一式，狼的诱惑！成千上万只蟑螂从天而降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御兽宗本是能御兽的，可我才入门20载，实在为难人。我努力了许久，学会了御虫。虫也算动物吧，毕竟它们都是活的。铺天盖地的蟑螂以擂台为中心，向四周迅速扩散，而我认真地遵循规律，一切都不能违背规律的发展。只要我不明目张胆地做出伤他性命的举动，那股力量便不能伤到我。我指挥身强体壮的蟑螂去咬方静的头，脆弱的地方被偷袭，他难堪地躲避大骂：看，就说我之前的方法用错了吧，这个减弱行动力，立竿见效。我抓起一把性感母蟑螂，瞅准时机，趁他张口大骂时拼命塞入。蟑螂伤害力不大，该行为不会对他性命造成实质性威胁，所以在合理范围内，我没事。此等贴心为人的举动，所有人始料不及，不由自主地捂住了自己的嘴，齐刷刷往后退了一步。只有商福燕在台下丢了好几块手绢上来，活像个担心自家娘子外出不回来的幽怨小夫君。她忧心忡忡地喊：擦手，别忘了要擦手啊！我回头冲她感激一笑：呜，商福燕懂我啊！我要杀了你！方静目眦尽裂，
他这副模样吓得我一边往身上套保护罩跑，一边疯狂召唤。鼠妇尖叫，油盐之吻，蛤蟆争夺，无公不母。每当我召唤一次小可爱们，我都不忘给方静丢几只过去。然而台下的人，我明明没朝他们掷扔，可他们看我的眼神却是那么惊恐。原本大张着的嘴，在我远程瞄准丢了鼠妇之后，他闭嘴了，憋红了脸要来叨我。理智没了的人是很可怕的，他通红着眼要冲过来杀我，却没注意脚下成百上千的尸体，所以他脚滑了，恰好摔在我连忙递过去朝上朴实无华的刀尖上，一刀穿心。我过去强势掰开他的手，夺走通体银白的剑。我的剑用的明白码你就用。我好心的将刀给他拔了出来。方静捂着伤口没站稳，直挺挺往我身上倒。恰好那刀我刚拔出还没收呢，就这么戳穿了他的右胸膛。这下杜绝心肺异于常人而活下来的可能了。脚是他划的，我只是恰好竖了柄刀过去，他自己就撞刀口上了，可不算我主动杀他。片刻后，他身上冒出的小光球想跑，可顶上的天忽然乌云密布，猛地降下有水桶那么宽的闪电，全劈在了光球上，连带着旁边的方静都足足单响了81道雷，最后连灰都不剩，可见被蒙蔽了的世界天道有多震怒。所有人都清醒了过来，眼前一片狼藉，所有人忆起当初被控制而做的荒唐事，有人掩面而泣，有人惊慌失措回头寻找丢掉的珍宝。我缓缓下台，内心说不出是什么感受。这场诡异且平静的事件源于一个意识男人妄想左拥右抱，在修仙界称霸的白痴梦，恰好又得到了那股力量的帮助而已。像是愈合的伤口包裹了细碎玻璃在肉里面，时不时传来阵痛感。可我本来不用承受剜骨之痛的，就算把骨头重新融回身体里，我也不能再像当初那般能与剑同鸣共振了。我苦笑，转瞬即逝的巅峰也算拥有过，勉强不算有遗憾。眼前的视线变得模糊了，我抬头摊开手心，将一块红巾递了过去给商福燕。给我个拥抱吧，我真的好累好累啊。回应我的是一个温热宽厚的怀抱。商福燕用指腹给我擦掉眼泪，温和地拍拍我的后背。我将头埋在软绵绵的胸膛里，下意识蹭蹭后问了个不合时宜的问题。看在我这么累的份上，能让我来点龙息吗？这玩意儿是个好东西，对修炼大有益处，得抓紧薅点。商福燕抿唇，微不可察地点点头，了声，接着凑到我耳边小声的补充，我整条龙都是你的，你想作哪都行。我耳根爆红，他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我是想来点龙息，不是要作。耳畔的气息很轻，同时又很灼热，可能是靠得太近了，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他胸腔里跳动的心脏。商福燕，你心跳得好乱。我忍不住提醒。商福燕，那是你的。我的心乱了。番外，我赶回了老本行，依旧是个御兽宗里的兽医。不同于以往的默默无闻，因方静一事，我成了名人。每天都有不同的修者借着给自家爱宠做美容的名头来看我，跟看猴似的，烦死了。我躲了起来，就是苦了御兽宗全部人，一天到晚给他们带来的小动物做美容，手都快抽筋了。他们喊我回去，我摇摇头，传信说至少等风头过了吧，什么时候人不堵门口了，我再回去。宗门弟子，可是大长老已经开始收钱了，普通见面的要30灵石，前排的是300，最佳位置是3万灵石。估计过会儿就照你回来了，我给你通个信儿，记得穿好看些。他们都带了留影石。原来昨晚大长老神秘兮兮说的55分是这个意思。我到底还是硬着头皮回了一趟宗门，当然是遇着龙回去的，着实让我风光了一把，收到了许多艳羡的目光，就是体验感不太好，磨得我大腿根生疼。回去之后，商福燕用龙涎帮我疗伤，舔舐完之后的她默默抱着自己如湿的尾巴尖，无措地将自己泡在寒潭里，只露出个头，眼神颇为幽怨地看着我。我轻叹一口气，径直跟着她下了寒潭。人会口是心非，说不要就是要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随即摸到滚烫的尾巴，
抹撒了下，忍着鳞片带来的怪异感。商福燕，龙懂了，我哭了。小小番外，醉酒了的龙年人又臭美。他抱出一堆五颜六色的精灵，朝自己的尾巴比划，还让我挑。如果镶个红色的菱形精灵上去，会好看吗？我在一旁附和，好看的，你喜欢就好。商福燕不开心了，尾巴耷拉下来。你在敷衍我，都不说意见。呵，你不说，那我就挂个银白的小铃铛上去，每天晃给你听。我连忙捂住了他的嘴，防止他说出更加过分的话。他挣开我的手，凑到我耳边吹气，难道你不喜欢吗？我红着耳垂，有些羞恼，给我闭嘴。他乖巧应声，哦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